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铁骑2020年挖下了坑，聊一台很多老摩友兄弟的入门车型，也是一台有收藏价值的车型，来自本田4-250 CBR250 家族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14期到22期。说到4-250，最先挑起事端的是铃木在1983年发布的 GS250 FW， 之后是雅马哈在1985年发布的 FZ250。这两台车在日本大获成功之后，本田作为四大厂的老大，不甘示弱的在1986年推出了 CBR400F 的缩缸车型 CBR250F， 也就是我们说的14期，代号 MC14。最后是川崎在1989年发布的 ZRX250， 从此拉开了4-250的经典篇章。但是所有4-250并没有维持几年便全部停产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排放问题，以及内部元件和非常小的零件重载导致发动机寿命偏低，不得已而停产。之后四大厂都改为单缸或者并列双缸发动机，因为造价便宜，但是性能和四缸没法比，也主要针对亚洲国家发售，比如之后的 CBR250R、CBR250 双 R 之类。当然川崎的 ZX252 除外，这些车型以后再聊。今天先聊一下 CBR250R 每一期的区别。初代的 CBR250F 14期发布于1986年，一共有两个配色，一个是经典白，一个是蓝色限量版。限量版标配下鸭嘴，侧面有特殊符号。都是标配前双碟刹、后鼓式制动器，使用半整流罩，前大灯是单灯，使用水冷4气门并列4缸 249cc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5000转，爆发45匹，峰值扭矩10500转，爆发23.5牛米。其实 CBR250F 最高转速能拉到17000转，0-100加速5秒，最高时速185。油箱容量14升，更换机油和滤清器加 2.4 升，整备重量153公斤，使用6速变速箱，铝制车架。这也是 CBR250 全系列精髓。第二代是1987年发布的 CBR250R 17期，代号 MC17。为什么差1年发布就从14期变成了17期，没有15和16期？其实15期是1986年发布的 VT250F， 代号 MC15， 也就是 VTR 的前身。16期同样是1986年发布的 NSR250R， 代号 MC16。这个故事线很长，车也很经典，有空慢慢聊。从 CBR250R 17期开始，把之前的 250F 改成了 250R， 就是为了强调运动色彩，改为了全整流罩、分体式座椅。除了铝制车架之外，后平叉也改成了全铝。后刹车从鼓刹改为了碟式刹车，但是大灯依然是单大灯，配色主要是黑色、白蓝色、白红色，尤其黑色轮毂和排气前中段都是黄色，很帅。除此以外，增加了进排气直径，提高了进排气效率，把发动机转速从17000转提高到18000转。至于马力、扭矩和爆发点都与 F 版基本是一样的。第三代是1988年发布的 CBR250R 19期，代号 MC19， 这中间又省略了18期。其实18期是同样在1988年发布的 NSR250R， 代号 MC18， 这个有空再聊。第19期的 CBR250R 也用了 CBR400双 R 的外观设计，与上一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从单灯改为了双圆灯，前刹车从双碟刹改为单碟刹，刹车盘更大。后轮胎从17寸130改成了17寸140，增加了空滤箱容量，使用了更大的化油器，配备了燃油泵。这个燃油泵的输出油管和接头之间很容易老化，导致漏油。另外19期有限速器，限速185，不限速能干到205，最高转速也从19500转限制到19000转。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发动机。第四代 CBR250 双 R 22期发布于1990年，停产于1996年，代号 MC22。配色一共有3个，分别为红色、白色和蓝色老虎花，非常经典。然后又是从19期直接跳到22期，中间的20期是1988年 VT250 SP， 代号 MC20。21期同样是1990年的 NSR250 SP， 代号 MC21。为什么跨度3个车型？这个以后聊。关于最后一代250双 R 什么时候停产的，大家众说纷纭。准确一点说是1996年生产线停产，但是销售到了1999年到2000年，并且仅在日本和澳大利亚销售，其他国家都是非官方引进。我们更不用说船拉来的，俗称水车。另外 CBR250双 R 是升级最多的，
比如前碟刹从单碟改为了双碟，使用了6副铸铝轮毂；全铝排气使用了真空供油的金宾 VP 化油器，口径也从 3.2 厘米变成了 3.05 厘米，也使用了全新的后摇臂，后尾翘得更高。车架也和 CBR 400双 R 变成了一样的。这个双翼梁车架乍看起来和一般的双翼梁车架不一样，中间部位稍微低了一点，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车架的前、中、后的刚度，来创造车辆最佳的刚度，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低重型的视野之举。至于马力、扭矩几乎都是一样的，但是22起油门响应更加灵敏，操控也更好，极速也可以跑到205。另外，实际马力从14000转爆发到16000转，断油在17200转，到不了18500转。而且94年之后的 CBR 250双 R 马力从45匹降到了40匹。如果想要恢复，点火装置、气缸盖、气缸盖垫片都要更换，很麻烦。视频最后，小排量4缸250跑车虽然故障率高，但是本田却能做到相比来说较低的故障率，这也让 CBR 250系列存活了30多年，到今天为止依旧在国内有着不小的保有量，而且价格也从几千到3-4万都有。我只能说真有点贵，有问题也真不好修。而且以前的无良车贩子用 CBR 250改 CBR 600和 CBR 1000的外观，也着实没少骗人，尤其异地网络买车的年代。不过那时候网络买车买到砖头的也比比皆是，尤其分期买砖头的也不少。友情提示：都是水车，不能上路，非法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